婚姻不是保存爱情的容器，就像你把新鲜的蔬果放进冰箱后，它就开始改变了。很多的婚姻到了后来是冰箱，是罐头，它在我们饥饿的时候还是能够养活我们，让我们赖以生存下去。可是那个冰箱、那个罐头里面放的那个水果，不是当初长在那个树上的新鲜的水果。所以请不要这么天真的把爱情跟婚姻画上等号。你们为什么遇到今生挚爱要离婚？无非是希望下一次的婚姻能够保住这个爱情。你势必要幻灭，你搞错了方向。婚姻不是拿来保存爱情，婚姻一进入爱情，就会转变为其他的东西。它会转变为家庭，它会转变为亲情，它会转变为信任与依赖，它就是不会一直是当初的那个爱情。廊桥遗梦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多人，包括金星老师，包括大 S 为之打动？因为他没有变成下一个婚姻。如果他跟着那个摄影师走了，变成下一个婚姻，那个今生挚爱会变成一个丑陋的、尴尬的冰箱里的罐头里的故事。所以我建议好好的珍惜你的今生挚爱，也好好的珍惜你的婚姻，他们各自在你人生当中担任不同的支撑的力量。所以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啊。谢谢。李峰老师，我觉得面对婚姻也好，面对人性好，面对社会也好，一个真实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如果碰到了那个概率特别低、特别的今生挚爱的时候，他如果不真实的面对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扭曲的事情。哪怕你的操作功能、管理功能再强大，你心里扭曲的时候，这个对婚姻有点亵渎，因为你曾经爱过那个人。一个真实和一个爱对我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支撑我要离的。但我觉得这个概率太少了，能碰到今生挚爱的概率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当你碰到了，哪怕这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我还会坚持那种飞蛾扑火的上去。爱情把两个成年的人放到一起以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你把这个爱情给你们俩放到一起，你转换成亲情也好、家庭也好、责任也好，那是一个成熟人、一个文明人你的处理方式。所以我觉得，当你碰到这么难能可贵的今生挚爱的话，用一个人性的态度，用一个真实的态度，用一个成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大家好，我是为了奇葩说，结果竟然少录了一次康熙，引起轩然大波的蔡康永。大家好，我是为了奇葩说把我女闺蜜给得罪的那个 JJ 金姐。大家好，我是为了奇葩说减肥减掉了眼袋的 马。没有，刚才这话那人你说的啊。马东说了啊，大家见证啊，在第2季奇葩说当中，他要减掉20斤。自己说的啊，真的假的？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就说了，怎么着吧？那不是，无赖。那个跟当着大家郑重承诺，在奇葩说第2季期间，我要减肥。多少？多少不说了。多少？如果减肥不成功，我就裸奔。多少？别瞎起哄。多少？1公斤都不叫减肥。5公斤。5公斤行吗？一共才录这么几天，5公斤也可以了。5公斤可以了吧？可以了。好，就这么说定了。好，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左手边的仙女大 S 徐熙媛小姐。大家好。非常感谢大 S 又一次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我的荣幸。对，所以既然我跟大家保证了，如果我减肥不成功，我裸奔的话，大 S 愿意陪着我。感谢不是这样的哈。我为什么要陪你裸奔？好，大 S 这个上一场看到了我们现场刀光剑影，唇枪舌战，而且他们是真的。对，你能想象，就是他们生活当中其实打得蛮厉害的，是什么感受？我就看了之后，我就发现我还是回家喂我孩子喝奶，你知道吗？
平静很多。不过有一点哈，就是我们所辩论的题目其实都是他们的真实立场。对，哎，这个现场就很好啊，不管我们的题目是怎么样的，他们都是自由意志选择自己的立场。当然还有一些自由意志下面选择赞助我们这个节目的，那就更伟大了，对不对啊？让我们隆重的感谢一下我们有钱有势不如有范儿的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我最近下了一个有范儿，我发现你能在上面找到像我这种衣服的搭配啊，你找到，而且你还可以在上面给别人提建议。居然你提了建议，有可能还开创你自己的一个商业生涯。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大家下载有范儿。哎，我算是最有良心的做广告的人了吧？有饭上面有你这个搭配啊。好吧，这个搭配不算，好不好？好，除了这个赞助有范儿之外，还要这个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我们特别希望观众当中有人去试一试，就喝一罐古力多到底能不能扛到下午，甚至晚上，甚至第二天、下个礼拜、下个月。明年啊，这个扛到从小学扛到高中什么的，你扛啊，你扛肯定减肥成功。我准备每天一罐古力多，就什么也不再吃了，我看看我能不能减肥成功。好，哎呀，广告做完了，真不容易啊！来，我们说一下这个老咖，我看到前排坐这个3位，我真的是，我们是奇葩3剑客，马小田。甜甜，你还别说，这口号说起来真是有点小尴尬。那我们不说了，让给你们说。自从这个我亲爱的小小走了以后，我就觉得不是你这个小小啊，是我们可爱的松松走了以后，我们准备代替你们马小康发扬光大啊，红遍全宇宙。加油！你保持这个姿势，保持这个姿势。哎，你胖了呀。不好玩了，也是不好玩。什么情况？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3位新咖。说3位新咖，其实中间也真的是有老人，对不对？比如坐在中间的陈明老师，不灵不灵不灵！哎，谢谢大家，谢谢。第1季来踢馆，结果被踢回去了。哎，但是陈明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是来自武大的一位辩手，所以这就是著名的第1季武大辩。白跑不是武大郎。然后坐在他左手边的是，你是不是带错牌了？徐静蕾啊？真的，我户口上就是这个名字。真名啊？真的叫徐静蕾。我只能说你是叫徐静蕾的人里面长得最像范冰冰。是吗？江湖上都这么说。范冰冰马上就要被我范甜甜取代了，你知道吗？范冰冰会被范甜甜取代吗？到时候在时代广场上，美国就是范冰冰 out， 范甜甜 in。掌声鼓励，谢谢大家。你站着把这个姿势再摆一遍。我不要，你要说我胖。好，坐在陈明右手边的王蒙，这是我们3位新咖，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辩题。哦，我是范范，34岁，结婚已经7年，现在很痒。这是我老公，相亲认识，半年后结婚。经济适用男，国企单位，钛合金饭碗，其实不错。每天我们按时出门，按时回家吃饭。他打游戏，我看韩剧，每月1次电影，每年1次旅行，逢年过节才会有，一切就像完成作业。你说吵架？上次吵架已经是2年前了。生活除了简单平淡，就是单调乏味。你说感情，肯定是有感情的，但早已经不是爱情。我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了，直到我遇见了他。我们像磁场一样强烈的互相吸引，他的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见面欢喜，不见面想念，每次分开就开始期待下一次的相见。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的快乐都漂浮在空气里。如果错过他，我想我的后半生都将活在失去和痛苦的遗憾中。可是我的老公也并没有错，我们结婚时的誓言还历历在目，7年生活中的回忆和感情也无法抹去。孩子、父母、朋友，我又将如何面对？我的心像被2个人撕扯，每天都活在纠结和罪恶感的折磨之中。你们说，遇到了今生挚爱，我要不要离婚？ Hello，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甜甜。啊，大家好，我是马薇薇。老子想吐。我们马上呢就要进行第2季的对第1次合体啊，真是不知道哪支组合有这样的荣幸跟我们对上，真是替他们害怕的慌。今天是马薇第1次上，好像这一季里面他的火应该积攒很长时间，就发泄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是第1天上的，是我的身上。陈明是我在辩论圈最熟的男人，因为我们1个月总要见上几次。他做我的女人也有2、3年的时间了，他一直非常的熟悉。好吗？马薇呢，交给我就。那你就只有搞潇潇了。那我就潇潇，因为你跟潇潇就比一点，比美。你知不知道，之前其实有很多人说你跟范甜甜很像。啊？不会吧？不是，无论从外貌还是身段，还是各种方式，都没有一个地方像。我范甜甜，一直有人模仿，不承认，不超越。题目出来了，结婚后遇到今生挚爱，要不要离婚？我觉得这个题目真是出的太好了。大 S， 你觉得呢？我觉得要看情况啊。如果是像刚刚影片中那个女生，她觉得跟她老公之间已经很没有情绪了，然后这个时候遇到一个男生，她觉得好像比较有情绪，所以觉得误会这个男生好像他比较爱她，而跟这个老公讨论要离婚的话，我觉得这不应该。不是很多婚姻都是没有那么有情绪的吗？我自己是很有情绪，所以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种情况。你不要装的好像很入访的样子。没有，我觉得如果是像麦迪逊之桥那种，就是你跟你的老公就是也是好好的。他是被翻译成叫做廊桥遗梦，廊桥遗梦。对，然后你也不是年华老去了，然后你也不是那一个正妹，可是你却遇到了一个灵魂伴侣 soul mate， 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2个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契合，然后在短短时间之内就有那种很难分难舍的那种火花。我觉得那种情况就另当别论。你是说你准备过几年再经历这种考验是吗？是的啊，对你一定要猜上我就对了。我觉得如果是遇到灵魂伴侣那种 soul mate 的话，就是有可能应该要离婚。OK， 但是你知道这个题目特别残忍哈，就是他不给你时间条件。当下，你遇到了今生挚爱。可是我老公会看这个节目，所以我只好把它说成。你遇到了今生挚爱，就是。如果我现在就遇到的话，我就是疯狂爱上他，我会跟我老公说的。哇！不，你又在拆题。他问的是要不要离婚，因为你跟你老公说也可以离和不离啊。而是你跟你老公说的时候，到底说的是我遇到了今生挚爱，咱俩怎么办？这是一种问题。第2个是你跟你老公直接就说，哎，那个刚才我出去买菜，顺便拿了一张离婚登记单，我叫你填一下。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遇到了今生挚爱，然后我回家跟我老公说我要跟你离婚，但我不告诉他为什么。对呀，那肯定是这样，那肯定是这样。告不告诉都是以后的事儿，就是要不要离婚。那我觉得应该是要。哇！你高兴了吧？你高兴了吧？你就这么的简单。我们已经得出了答案啊！全场观众今天都赢了。好，你们3个被淘汰，再见。大 S 选择遇到今生挚爱要离婚，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是今生挚爱到底是谁的问题。一定会，我觉得我今生挚爱应该就是我老公啊。那就不存在要不要离婚的问题。为了今生挚爱离婚，就一定不是汪小菲同志。可是我人还活着，我怎么知道转一转就给套进去了，会不会遇到呢？下套了在这儿，没关系，会遇到的。谢谢。你知道这个节目已经拆散了多少对儿了吗？拆弹专家。好，那就是其实大 S 选择的是正方要离，也就是你们这一方，是吧？好，我们来听一听2位
这个还是请金姐来先选。我先说啊，如果刚才看了那个片子上那个女孩啊，那就不是挚爱，她只是缺少点。对，她就是逢年过节才，她就缺那口了。对，完了，老公有半年都没有舌吻了，完也不碰她了，所以说她缺少那一口，那不叫挚爱，那叫。所以我觉得刚才表演的不准确，别忘了咱们这个标题看清楚了。对，结婚后遇到后边这4个字特别重要，今生挚爱。这4个字就决定了你的判断，所以说咱们别混淆概念啊！要不要离婚？如果是碰到今生挚爱的话，我赞成离婚。要离的，要离哈。对了，好，那金姐帮我们解释一下今生挚爱，我给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人？咱们说别人没用的。姐姐我妈就我哈，装了个桃花眼。在我嫁给我老公之前，我绝对是那种，咱不是水性杨花吧，风情万种，对吧？那就是水性杨花。没有，咱杨花但不水性。然后呢，有的男人追你，但是我可以选择跟哪个，我同时可以跟5个男人约会。太棒了，好棒！但是他们都放在一个距离上。我曾经有过一次，我把他们约到了我一个 party 上，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跟那个5个男人都在约会，但他们谁都不知道。你工作做得好，那当然没这本事能闯这是个电影题材哎，这很危险啊！姐混过啊？没混过能走到今天吗，亲爱的？你们这个 party 一共就6个人吧？没有，party 有50多个人。但是当我碰到我先生了以后，我发现我现在到外边吧，就是不会放电了。当你在结婚当中，你还能碰到你的挚爱的话，这一定是双方原因，因为你缺点东西，你不满足，你有一扇窗是打开的，这扇窗是可以很多信息、味道、眼神都允许他进来的，你会有下意识的反应，哎呀，他才是我的 soul mate， 他才是我的挚爱。如果你那扇窗已经关上了，那个挚爱的机会率很低的，不会有的，所以你不会产生挚爱。所以我觉得这个4个字决定了你的态度，今生挚爱。所以就是，如果婚姻美满，就不存在今生挚爱的前提。对了，婚姻没那么满足，就有了今生挚爱的缺口。然后你碰到他了，就选择离婚。那对呀，要碰到他，那我这个婚不满足，我干什么呢？所以我就当时当刻对遇到今生挚爱，那我要不要离婚？如果碰到挚爱的话，我还是要离的，还是要离的。对，他们2位都做了非常理性明智的选择。然后康永哥从来不做这种选择啊，这个因为你老是把别人不要的留给我呀。来，康永哥来送给您啊，这个您就是选择无论怎么样都不要离的那边啊。来，您请啊。好，请简单陈述您的立场。我的立场。婚姻跟爱情是2码子事，所以遇到今生挚爱跟要不要离婚根本就没有关系。就离婚有别的原因，不是建立在遇不遇到今生挚爱之上。所以呢，你们说要离婚的那些人呐，有本事等一下就给我搞清楚这件事情。好，这个双方立场已经表明，我们请现场观众用按键器来做出您的选择。每一位都面临灵魂的考验，在没想到来奇葩说参加一次录像，遇到了你右手边的今生挚爱。要不要离婚？请选择。第1阶段新老奇葩对决大逃杀，共6场对决。本赛段将从18位新奇葩中选定9位参与第2阶段的新老奇葩大混战。新老奇葩2队每场各派出3人上场对战，同时观众使用啪啪钮为喜欢的持方投票，红正蓝反，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的跑票数量决定。5、4、3、2、1。要离有60%，不要离有40%。来，反方先开始，你们的立场是不要离。徐静蕾。在我开始我的辩题之前呢，请允许我代表我们这个组，然后向3位前辈鞠个躬。非常荣幸今天跟3位阿姨，然后在这里对垒。听到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一般人都可能会从婚姻的角度来聊。然后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作为这个婚后这个今生挚爱的角度。其实我不太想说我的这段经历，但是我今天呢在奇葩说的这个舞台上，我呢就决定拼了。
当年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年少无知，我相信所有女孩都有过这段经历。我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我的男上司就跟陈明老师一样，特别的完美。然后呢，然后不要再讲下去了，我有点紧张。然后我就无法自拔的爱上了他。我说你右手边会遇到今生挚爱，你看，是吧 ？OK。那个男人呢，然后也说的，我也是他的今生挚爱。然后我们两个呢，也经常进行精神上的沟通，然后各方面都特别和谐。就这样，应该算是婚外恋吧。经常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和各方面都非常和谐，很矛盾，不矛盾呀？好像有点儿，就你说全面一点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写一些邮件呀，然后沟通各自的想法跟价值观呀、世界观之类的。我认为可能对我这种年轻人，他有一个指引的作用，我觉得特别好。他是有妇之夫，对他有妇之夫，而且他已经有孩子了。这段婚外恋大概持续了1年多，然后有一天他的老婆找到我，他说：“徐静蕾，我要跟你聊聊。”然后给我抱着孩子。对，然后就抱着孩子来我们家，就痛说革命家史，就当时怎么着，这些东西我都具体不说了，大家看电视剧就能看到。但是我发现他的老婆跟我的气质跟形象特别的像，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他不是特别的爱我，他只是想逃脱他婚姻的牢笼。这就好比一个人跳到了河里，他急着上岸，他急着要抓住一个木板，但是他不会在乎这个木板是哪块儿。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就是他逃脱婚姻牢笼的那个木板。我当时后来我就想，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我毫无避讳，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就会想，这个男人为了我净身出户，众叛亲离，我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应该如何对待他，我才能对得起他这份爱情？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承担不起这么有压力的爱情。所以说，但凡跟我同龄的女孩遇到这么有压力的感情，我就想说，就跟马东老师的眼袋一样，该割就割了吧。你看，把你给带进去了。对。然后最后我跟那个男人摊牌，我说大哥，我说我确实特别爱你，我也知道你也是真爱我，但是你不要离婚，我请求你 stop， 不要离婚，因为我承担不起。所以说，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与其跟他在一起，不如保持一段距离，也许是对他最好的选择。谢谢。要嘞。徐静蕾基本还是讲的是一个自己的故事，谢谢啊。首先谢谢，我觉得在奇葩说现场有很多人愿意去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且是一种非常勇敢的一种表达，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所以这是一种对节目或者说是对所在的这个场所能够畅所欲言，或者能够直抒胸怀的一种信任。刚才他到64票，现在回到63票，因为他一直没说自己的结论。其实他的结论就是，不论从什么角度，都是不要离不要离，是吧？我其实听刚刚这故事听糊涂了啊，我不是不欣赏他的勇气，我是听不出那个当中是今生挚爱这件事情啊。听起来不是今生挚爱，对我听起来也不像啊。它是一个跳板啊，它就是众多木板中的一块嘛。对啊，那就不是今生挚爱啊。对啊，那是今生重爱中间的一爱嘛。对啊。川哥，你是我们这边的？我是你们这边的吗？对啊。你怎么了？你冷静一下好吗？康永哥，你没事吧？你什么立场？请你爱你所爱，无怨无悔，好不好？哎，这个小宇宙我们老是自己就爆发出来，是不是？哎，这个正方，我今年30几岁到至今未婚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碰到我的今生挚爱。所以我觉得非常幼稚，怎么会在没有碰到今生挚爱的情况下会结婚？而且你们接着还要动摇，会考虑我碰到今生挚爱之后我要不要离婚？说明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你的今生挚爱，就这么简单。碰到之后你怎么样？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我范甜甜为他可以去死，为他可以去残，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一事情。温莎公主为了她的女的，把整个国家都给放弃了。爱情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今生挚爱？是你这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婚姻很容易，可是碰到一生挚爱的概率比天上掉流星砸中了还难。我告诉你好吗？为什么？30几岁了还没碰到呢？你恐怕不会被砸到了。有人穷尽一生，
就是没有寻找到一生的挚爱。他不知道是为什么，觉得我的生活挺好的，婚姻没什么问题，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当你碰到的时候，你说一句死了死了死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时候别说了，我知道我错了，肯定大家会用这个道德标准来衡量我。可是我告诉你，等到今生挚爱碰到的时候，我就跪在我老公面前，我求他原谅我。我求他给我一次机会去追求我的今生挚爱吧！我求求你，我错了，我带着我的孩子去追求我的今生挚爱，求求你放过我一马吧！这样的女人，你还能跟她过得下去吗？同理可证，如果今天是我老公碰到了他的今生挚爱，他只要跟我范甜甜说：“甜甜，我碰到我的一生挚爱了，你走吧。”你就去吧，真的，我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碰到今生挚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在座的各位都有机会碰到的，不然你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今天如果上帝给我一次机会，问是我的今生挚爱去死，还是我去死的话，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把他留下，让我去死吧，我可以愿意对他做任何一件事情。离婚那只是一件小事。为什么我的今这件事？生挚爱，你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替范甜甜感到真的很委屈啊！你在《奇葩说》第1季每一集都掏心剖腹，把你的这整个性格都端在台面上，结果你的今生挚爱就还没有看见，这实在，我们为你在做第2季，要是他还没有出现的，你只好被流星砸了你了。没有，我觉得我已经很难碰到，因为这些人，他的家庭很多人已经在电视上知道了我几乎所有的事情了，已经。OK。所以越了解一个人，对他的探索感可能会更差。但是我告诉你，我可是挖不完的深井，值得你一生去挖掘。哇，深井啊！我很欣赏深井这个词。我是你一生都挖不完的神井啊！你知道吗？你不参加奇葩说，你真的有可能遇到今生挚爱，被你吓跑了。好吧，王蒙。刚刚甜甜姐说遇到今生挚爱不离婚是臭不要脸，哎，我跟你感觉完全相反，两码事啊，两码事。我觉得遇到挚爱要离婚才是臭不要脸，为什么呢？在座都是90后，可能体会不到。你刚刚说老公，求你放过我，我要跟我儿子去找我的挚爱，那是因为你没有挚爱，你才有这种感觉。我举一个很真实的例子，什么呢？今年是我爸出轨的第10周年，是出轨不是出柜啊，各位听清楚了。我爸当时是爱上一个女孩，就比我大3岁。他说：“老婆，我外面爱上一个女孩，特美，我就爱得不行了，我没有她我浑身难受，你放过我吧。”他觉得他要为他的挚爱去追求，但你有没有想过我妈？她把那个女人当今生挚爱，我妈也把我爸当今生挚爱。你为了挚爱你要去追求，为什么我妈不能为了挚爱去挽留呢？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人？漂亮，漂亮。还有，你以为我现在变成这是因为我天生的吗？其实甜甜姐，我看过你之前的辩论，你说你爸特别爱你。我最羡慕的事情不是男人有多爱女人，我这一生不缺男人爱我，尤其是小鲜肉。我缺就是家庭的和睦。我是湖北人，为什么去新疆？因为我前男友在新疆，我跟他谈了8年。当时我说为了爱去他，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逃离我那个家。我妈每天在家里跟我爸吵这些事，我听着我就烦。我妈天天哭，我爸天天闹，我真的心很累，你懂吗？我妈从一个鲜嫩多汁的少女，被我爸催成现在黄脸婆；我爸从一个愣头青，被我妈调节成人模狗样的。都说女人是所大学，你大学没读完，你想转校，钱交够了吗你？啊？凭什么呀？漂亮！你把婚内出轨扣上今生挚爱这顶帽子，说这么清新脱俗，你还真臭不要脸，好吗？谢谢。漂亮！啊，现在哎倒46了啊，倒46了，倒过来了，哇，倒46不止啊，向倒37哇靠近，人家能，我就不信能到28。就挨着你，我也不潇潇，你面临的是22比78。OK， 你知道吗？他又讲了一个跟今生挚爱没多大关系，跟我们辩题没多大关系的故事。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离婚吗？因为我不想偷情。这就是我跟你爸最主要的区别。对，我们今天的辩题是：你遇上今生挚爱，你要不要离婚？为什么现在离婚率高啊？性格不合，
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他说我老公3年没碰我了，这个时候你要劝他离婚吗？你会劝他离婚。仅仅是1秒的快感，他没有达到，你都会觉得这婚该离。而我遇到了我的今生挚爱，我的灵魂在撞击，你却告诉我不准我离婚，凭什么？我知道，今天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婚，我一定会被扣上渣男的帽子。但是我用渣男最后一点点的人性，保持对我婚姻的忠诚。对你的诚实，对我的诚实，我没有违法，我没有偷情，偷情才是婚内出轨。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你真正遇到了你的今生挚爱，鬼知道今生挚爱是什么？我可能遇到鬼，我都不一定能遇到我的今生挚爱。真的，你们懂吗？对呀，这个概率大一些。我用我最后一点人性放你一条生路，同时也希望你爸爸、你妈妈能放彼此一条活路。谢谢。这些老选手其实，在第1季《奇葩说》里也分享了自己好多故事，然后新选手也分享了自己好多故事。但是你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尤其甚至是自己父母的故事的时候，你的辩论对手会拿这个故事来反噬其身，就会打到你。但那种打，说实话，在辩论的技巧之外，有一种情感的撞击。我很钦佩用自己的故事去说服对方的人。我也请任何一个对方在考虑别人用亲身故事来加入辩论的时候，要换位一下，想一想每一句话砸到地上，会不会真的给水泥地都砸出一个坑来，好不好？来，陈明老师。好。听到这里呢，其实我对对方的观点，我是表示有一点点同情。为什么会有一点点同情？因为其实我有2个小小的问题，我必须要指出来，可能你们犯了一点小小的偏差。第一个是关于爱情这件事情的认知，第二是关于婚姻这件事情的认知有重大的误解。我们听一下，刚才甜甜有讲，她30多年了都没有遇到她心目中那个爱情，那个挚爱。潇潇刚才有讲，我连遇到鬼的有可能我都碰不到我的爱情，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俩刚才所说的今生挚爱，全部是从韩剧里来的，从琼瑶小说里来的，不是从生活中来的。天雷勾地火，一碰就可以为他去死，为他去牺牲真心的，你说的没错。可是你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吗？我说的也没有用，你说的也没有用。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其实都给不出答案，医学给出了答案。当某一个对象出现的时候，我们大脑皮层当中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这种物质分泌完了之后，人会出现体温升高、皮肤微红、额头微汗、呼吸急促，并有短暂的眩晕感这一系列爱情的临床表现。这就是爱情。还会有别的变化吗？初期是这样。当你有以上表现的时候，那个叫 fall in love， 你爱上 somebody 了。请注意。科学告诉我们，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对象会引起我们多巴胺的分泌。对任何一个正常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经常有多个人会让我们多巴胺分泌，其中某一个让我们多巴胺分泌的超厉害，控制不住会抖起来，我们会称之为人生挚爱。That's it， 不是天雷勾地火，你知道吗？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人生。我们10几岁的时候，一个10几岁的女生在初中的时候会觉得，哦天哪，那些坏男孩长发就是我的挚爱。高中的时候，一个男生打球的侧脸好帅，我的挚爱。大学的一个男生吉他弹得好好，歌唱得好好，挚爱。高晓松，马东老师，请注意，我刚才还是提了一下侧脸的，画面太破坏了。我还是提了一下侧脸的。高晓松老师可能侧脸，高晓松没有侧脸，高晓松全是大脸。高晓松没有侧脸，没有侧脸。高晓松老师可能侧脸，没有侧脸，没有侧脸，全是大脸。从任何一个方向看都是大脸。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会让我们坚定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认为，天哪！可是10年之后，你再回首那个人生挚爱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说，呵呵。如果结完婚之后，每看到一个人生挚爱，我就要离婚，不好意思，你的人生就是接离接离接离的未来旅程。这是一个可预见的旅程，这是科学给我们的结论。这是第一件事情，对方的误解。第二件事情有更大的误解是婚姻。对方刚才所有的陈词都在讲爱情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们婚姻是什么。然后对方就说婚姻就是一点点的小事，对不对？我结婚了，我从来不认为婚姻是一点点的小事，婚姻是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承诺，没有之一，没有之一。
爱情的力量确实容易让人着魔，容易让人伟大，可是那是源自于你内心感性的力量。可是人总还有一个更高阶一点的价值吧，人总还有一份理性的控制吧。我们在教堂里是怎么说的？无论他贫穷或是富有，无论他健康或是生病，无论未来出现什么情况，我愿意跟这个人不离不弃，相守一生。当初说过的那些话都是放屁吗？未来我们人生中可能出现了1、2个挚爱，我就告诉你，我求求你了，给我自由吧，让我去追求吧。就我终于听明白了，你看对方这个辩题，我结了婚，我遇到了人生挚爱，我就要去离婚。对，所有的主语都是我，对方最大的问题就是2个字：自私啊。在所有对方考虑的问题当中，没有其他人，对方没有考虑那个挚爱的感受，对方没有考虑那个婚姻当中那个妈妈的感受。我今年遇上了挚爱，我就要离婚，你怎么想？我不 care。是的，所有的物种自私都是一种先天的本能，我们都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可是那是猴子都知道的事情。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不是有在自私的这个价值以上，比如说无私，比如说奉献，比如说责任，比如说担当这些情感呢？我今天不认为对方的选择是错的。甜甜，如果你结婚之后遇到人生挚爱，想追你就去追吧。我们今天不是要证明你错我对，我今天只想说，你可能的观点比较 low， 而我们比较 high。你的观点是感性的，而我们是理性的。漂亮，这是我们的区别。所以，如果你要追求，请你去追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承担责任会让你享受到一种更高阶的幸福。就这样。好棒啊，好棒啊！谢谢。好棒。好，马薇薇最后。在奇葩说的舞台上，我是唯一没有故事的女阿姨。哎，等等，我还是男阿姨呢，还是胖阿姨呢。Gangnam Style。太记仇了，我不打算跟你们说任何故事。同时，在辩论圈儿，我就是唯一没有文化的女辩手，所以我不打算给你们普及任何科学常识。可是我们用人类的常识想一想，刚才陈明讲的爱情是爱情吗？不，它是爱情的表现。他说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心跳、发热、出汗，你来大姨妈了。等等，发现了没有？哥们儿昨天晚上刮伤腿，打了一针破伤风之后，也是这个感受。我是爱上破伤风了吗？所以，爱情的表现不等于爱情，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OK， 好，你说分泌多巴胺就等于爱情吗？大哥，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懂生物的。你知道吗？人维持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不仅可以减脂，马老师，同时也可以产生多巴胺和内啡肽。所以你跑个步，跑步机就是你今生挚爱了。I love you. Me too. 怎么可能？你对爱情的解读不正确。对，没有任何科学、哲学能够解释爱情本身，所以才有文学去歌颂这种不能解释的东西。今天我们不要争定义，就假设我遇到了他 ，OK， 你甚至可以推极端，你遇到了，让我遇到了好几次。好，那又怎么样？你说我们自私？不，我遇到今生挚爱的时候，我愿意离婚，恰是无私。为什么？因为我会考虑到我婚姻中那个伴侣，我的孩子的感受。你知道吗？一个割舍了自己今生挚爱的人，会怎样对他的老婆孩子？他会觉得他的老婆孩子欠了他一生，明白吗？他老婆做饭不好吃，他会想，我割舍了我的今生挚爱，你给我吃西红柿炒鸡蛋，你明白吗？当他的孩子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他会想，我割舍了我的今生挚爱，你居然只考60分，你知道吗？他会觉得他整个家庭都欠他的，所以他就算是个文明人，他的老婆孩子都会永远沉浸在这种要么是可怜的萌萌他爸爸的那种热暴力之中，要么就会沉浸在一个失意男人的冷暴力之中。刚才我们谈到廊桥遗梦，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吗？我非常庆幸那个遇到今生挚爱的家庭主妇的老公死得早，她老公先死了，她也的确没有跟那个摄影师走，但她在最后，她的孩子
去把自己的骨灰和这个男人4天的记忆、照片、纪念品撒在了他们相遇的麦迪逊桥头。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她老公还活着，她心里什么感觉？我陪了你一辈子，最后我比不过一座桥。你说你对我尽责任，不，你用你的责任判了一个无辜的我无期徒刑。所以，如果我的婚内伴侣，假设我有的话，他遇到他的今生挚爱，我会跟他说：世界那么大，你给老娘滚出去看看。双方各还有1次发言机会，3分钟，都只有1次。从我开始，薇薇姐，您刚才的这个言论我听清楚了，就是如果男方没有跟这个婚后挚爱在一起的话，他会把自己的怨恨跟自己的所有的不平的一些情绪都发泄到自己的妻子或者是儿女身上，给他们造成伤害，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只想说，这个有点太极端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么极端的例子。大家想一想，对于一个在婚姻当中的女人跟孩子来说，什么叫做真正的伤害？就是说我中年以后，我希望我的家庭稳定，然后我希望我老来有伴。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丈夫离开我，我岁数很大了，我还要解决什么离婚呀、财产呀、孩子呀，然后我的孩子也没有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成长，也没有很和谐的一个环境，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伤害。所以总结一下，我就想说，你不爱我不是伤害，你离婚才是伤害。蕾蕾，你低估了女人，也低估了我们这些30多岁的老阿姨。对一个人来说，比爱情更重要的，比婚姻更重要的，这个东西叫做自尊，你明白吗？我刚才所讲的屈辱，我刚才所讲的不甘，我刚才所讲的冷暴力，并不是说我的老公割舍了我的今生挚爱之后，他会天天在家拿鞭子抽我，不会，警察会抓他的，明白吗？是他在没有征求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要对我尽责。一个女人失去老公之后就会去死吗？一个女人难道不能在失去老公之后养育她自己的孩子吗？你刚才描述的是什么？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离开家庭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另外所有的人的人生都会毁灭。不，每个人都是独立于其他人而存在的。我们之所以能构成一个家庭，必须以爱为纽带，而不是法律条文。马薇薇其实刚才前面一轮发言当中啊，其实是有漏洞的，但是蕾蕾没有抓到那个，特别可惜。恰恰你给了他一个自圆其说的机会，因为他又站起来，好像是回答你，其实是把自己给补圆了。这个机会太可惜了啊！来，我们现在听听两位团长的总结陈词。当然了，我们一直是非常照顾康永老师，所以您先说。婚姻不是保存爱情的容器，就像你把新鲜的蔬果放进冰箱后，它就开始改变了。很多的婚姻到了后来是冰箱，是罐头，它在我们饥饿的时候还是能够养活我们，让我们赖以生存下去。可是那个冰箱、那个罐头里面放的那个水果，不是当初长在那个树上的新鲜的水果。所以请不要这么天真的把爱情跟婚姻画上等号。你们为什么遇到今生挚爱要离婚？无非是希望下一次的婚姻能够保住这个爱情。你势必要幻灭，你搞错了方向。婚姻不是拿来保存爱情，婚姻一进入爱情，就会转变为其他的东西。它会转变为家庭，它会转变为亲情，它会转变为信任与依赖，它就是不会一直是当初的那个爱情。廊桥遗梦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多人，包括金星老师，包括大 S 为之打动？因为他没有变成下一个婚姻。如果他跟着那个摄影师走了，变成下一个婚姻，那个今生挚爱会变成一个丑陋的、尴尬的冰箱里的
罐头里的故事。所以，我建议，好好的珍惜你的今生挚爱，也好好的珍惜你的婚姻，他们各自在你的人生当中担任不同的支撑的力量。所以，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啊。谢谢。李峰老师，我觉得面对婚姻也好，面对人性好，面对社会好，一个真实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如果碰到了那个概率特别低、特别的今生挚爱的时候，他如果不真实的面对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扭曲的事情。哪怕你的操作功能、管理功能再强大，你心里扭曲的时候，这个对婚姻有点亵渎，因为你曾经爱过那个人。一个真实和一个爱对我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支撑我要离的。但我觉得这个概率太少了，能碰到今生挚爱的概率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当你碰到了，哪怕这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我还会坚持那种飞蛾扑火的上去。爱情把两个成年的人放到一起以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你把这个爱情给你们俩放到一起，你转换成亲情也好，家庭也好，责任也好，那是一个成熟人、一个文明人你的处理方式。所以我觉得，当你碰到这么难能可贵的今生挚爱的话，用一个人性的态度，用一个真实的态度，用一个成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好，请我们的观众来做出你们最后案件的选择。我给大家一点时间，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想听听大 S 对两方的评判。我这么说吧，咱们不讨论这个题目。因为我觉得，就这个世界上有一句话叫“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也许在很多地方都对，但就是在辩论现场不见得是对的。因为在辩论现场，没有任何东西是越辩越明的。恰恰也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大 S 和我们网上的所有网友，不要拿辩论赛当成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它恰恰是一个换角度思维问题的一个过程，最终不会有真理。大家不要那么较真儿，尤其不要受到这些位话语密度、情感力量巨大的、受过专业训练的辩手的蛊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请大 S 说说双方的辩论技巧如何，好吧？辩论技巧，我觉得能够提出生理反应这方面，我觉得这一点很强。因为爱情啊，还有这个主题啊，确实是无法越辩越明。可是他可以想到一个立足点，然后把它具体化。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强的一个方式。所以你认为，当陈明开始挑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占到优势，因为这个东西对方其实怎么反击都没有用，要么你就占先机，你先说。你说到他怎么说都没用，但是让陈明第三个发言还是抓到了这个机会，我觉得啊还是蛮厉害，是吧？是。好，也谢谢大 S。来，让我们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定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最终结果要离42票，不要离58票，反方胜出。你大学没读完想转校，钱交够了吗你？求求你了，给我自由吧，让我去追求吧。这一方最大的问题就是2个字：自私啊！承担责任会让你享受到一种更高阶的幸福。本场比赛新奇葩胜，新奇葩一方将会晋级1名选手，晋级选手将由2位团长、神位嘉宾以及老奇葩阵营4方各投1票共同决定。来，我们请7届，请3位导师来选出自己心中的最佳辩手。我提醒一下，以下这3位广告赞助商，谢谢你们的支持，但是请你们认真考虑，是不是要这么全情投入我们这么一个有质量的、有影响力的节目？我一一点名，请你们认真思考。第1位被点名的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喝一杯咖啡，好好想想，是不是
一定要持续的投入这个节目。第二位是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哎呀，想想看，如果你们这个308S 给我们现场每一位选手获胜者都发一辆的话，这是多么好的广告啊！为什么不做这种选择呢？哈，还有就是吃了就变豆，自己跳到碗里的 巧克力豆，谢谢。好，我们来看一看你们的选择。首先，七剑，你们的选择如晶。原因呢？原因是他今天的表现很好。对了，谢谢你对陈明老师的肯定啊。我觉得咱们就直接翻牌，大家一起说吧。哎，我偷偷看到的是4票都投给了最佳辩手陈明。其实我一向还是以一个安静的大学老师自居，是吧？也还是一个形象比较正的。但为什么要来到奇葩说的舞台？也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奇葩的自己，好，我想面对一下这个自己。好，那么今天反方陈明直接进入下一阶段的比赛，另外2位进入待定。最终我们要感谢有钱有势、有房有车的超级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有一句话比我们感谢我们的冠名赞助商还重要，就是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仙女大 S， 祝她谢谢婚姻幸福。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感谢。新奇葩参考了老奇葩上一季的引人注意的表现之后，刚好都参考到那些最激烈的部分。所以呢，他一上场就火力全开，有的就直接第一期就把自己的家里的事都抖出来了，这个要谨慎使用。其实用自己的故事去感动别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选手找到了这个故事，有所准备是好的，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投放出来，适得其反。我期待的其实是跟第一季的老奇葩全都不一样的，真正意义上风格上的新奇葩的那种出现。第一季你们3个老爷们儿吧，我觉得女神仙女是需要的。对，这次姐姐来了吧，照顾点姐姐那个什么分巴胺呐、八三胺的，给点弄点鲜肉也可以嘛。高晓松那样的你觉得怎么样？那个风干牛肉不要了。你睡了多少我的师妹？这个节目尺度这么大呢？什么叫尺度？大家看一看我们优先的这位女士，求是优先。你离她远点，他帮我一伸。对，你这人太多了，我没办法锁定目标啊。当鸡汤遇上鸡汤。你这儿值的不多。他习惯了不好就换，且却拔不起。干嘛？你要拔住吗？马东，我以后再也不来了。你以为我们还会请你吗？本节目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独家冠名播出。